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扣马电竞。在刚刚结束的李宁和 T1 的最后一场 S138强赛中， T1 以3-0的比分战胜了李宁，成功晋级4强。比赛的过程和结果都非常出人预料，因为在赛前，这是观众预期的可能会是最精彩的一个 BO5。微博是最轻松的， BLG 是最艰难的， KT 是最倒霉的，李宁和 T1 则是最精彩的。前3场都对的，结果没想到这最后一场真的打起来后，双方的实力差距会如此悬殊。李宁3局全被吊打，没有任何还手的机会，让 T1 成为了 LCK 最后的一只独苗。回顾这场比赛，李宁可以说到处都是问题，从教练的 BP 到 E 集团的设计，再到选手的发挥，全部都被 T1 给碾压了，且没有看到失利后的任何调整。前2局李宁的 BP 十分差劲，但第3局说实话其实真的还可以，阵容选出来挺不错的，但奈何双方选手实力差距过大，即使选了正常的 BP 也打破了。总结一下就是，李宁这场比赛打输了之后，任何人都跑不了，区别就在于谁的锅大谁的锅小而已。一马当先的肯定是中野辅3个人，他们仨绝对要背80%的锅。辅助第1局的机器人唯一的作用是把对面剑魔勾到 Gala 脸上，让本来死不了的 Gala 被剑魔一个 Q2 击杀。中单把把都是核心，但把把都打不出作用，帮了等于白帮。打野是最丑陋的，第1局皇子 EQ 的命中率低得吓人，尤其是野区那个 EQ 闪和之前寻的差距如同云泥之别。但 Tarzan 要说最逆天的还是第3局关键局在野区被波比3级单杀，有没有把队伍的士气打没，目前观众并不清楚，但观众的希望确实是被他打没了。3场比赛加起来， Tarzan 没有控到一条龙，唯一拿到的一个先锋还没有撞出来。虽然说这里面有教练的问题，逆天 BP 没有线权，打野不可能控到龙，但 Tarzan 的这个表现已经很难让观众保持冷静了。就算教练的 BP 不好， Tarzan 肯定也是跑不了的。上单 Zika 和 Gala 算是相对而言问题没有那么大的2个选手了。Gala 一个 ADC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都做不了，甚至有观众还在赛后吐槽自己似乎有些理解为什么当年 Uzi 急成那样了，这种情况换成谁都会急。而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在于， Gala 在这3局比赛中仍然是被放养的，起码从观众的角度来看， Gala 没有得到任何团队资源的倾斜。而且不仅是对线不保证 Gala 的发育，而是连团战都没人看 Gala 打成什么样，全看 Gala 自己的发挥。这种待遇加上李宁局面的劣势，换成谁都要红温。李宁战队的表现让人产生了一种疑虑，质疑他们是否真的渴望胜利。在一场 BO5 赛制中，3把几乎一模一样的剧情被 T1 战队连续血虐，0-3出局，完全没有展现出反抗的决心。这场比赛引发了人们对于李宁是否真的渴望胜利的思考。需要特别强调的是， T1 战队一直以强大的实力在英雄联盟世界赛中闻名，尤其是在 BO3 和 BO5 赛制中，他们从未输给 LPL 战队，这一点无疑给这场比赛增加了更多看点，也让李宁承受了更大的压力，需要在赛场上证明自己的实力。在赛前， T1 战队的传奇选手 Faker 发表了一番豪言壮语，引发了观众的期待。他表示，在全球总决赛期间，我们的竞技水平比 LPL 队伍更高，所以 BO3 和 BO5 系列赛才一次未输吧。这番话语事实上得以验证， T1 延续了他们在 BO3 和 BO5 系列赛上对 LPL 的不败记录。T1 战队在这次比赛中几乎以一种单方面碾压的方式延续了韩国 LCK 的希望，他们成为了韩国本次世界赛唯一的火种。LPL 战队微博 BLG 和京东之前的出色表现，让 LPL 观众开始期待 LPL 能包揽4强。气氛已经烘托到这了，结果作为 LPL 夏季赛亚军的李宁，在面对 T1 时却显得毫无反抗之力，被 T1 迅速击溃。这一场景实在令人大跌眼镜。尽管大家都明白 T1 是一支强大的对手，但3把几乎相同的剧情发生在比赛中，实在让粉丝难以接受。总的来说，双方实力差距太大了，纯粹的单方面吊打。但目前对 LPL 来说，形势依然十分不错，毕竟4强里面有3支 LPL 的队伍，有1支更是保底决赛，所以
后面就看这3个兄弟们的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你们觉得谁会拿下今年的冠军呢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，我会去挨个查看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